这个党国迟早要断送在自己人手里。小妈，我爸今后就全靠你照顾了。胡说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胡说？爸，您为这个党国卖了20年的命，替他们筹了多少钱，又赚了多少钱？现在人家父子为了打仗，不敢拿自己的国舅和皇亲开刀，倒要拿你开刀了。最可恨的是，他们还拿大哥打你。哼，什么忠孝仁义礼义廉耻，全都是拿来说别人的。他们这套，别说大哥投靠共产党，逼急了我也投靠共产党。住口！住口！住口！别生气，别生气，孟美这说的是气话，出去他会谨慎的。我爸一生谨慎，民国26年，为了把他们的财产运到重庆，连自己的家都毁了。他们现在会念及这些吗？什么国产、党产、私产，在他们那里从来就没有分清楚过。现在过不了共产党这一关了，就拿我爸做替罪羊。到哪里去？郭大师宅邸会曾可达去。回来！方大队长怎么不做？我累了，今晚站着，不可以吗？昨天，崔副主任对5人小组说，给军方的拨款和给民调会的借款，来往账目属于机密，没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不能向任何人公开。当时5人小组便奔不下去了。可就在昨天晚上，发生了国军第4兵团和北平市民调会争抢1车粮食的恶劣事件。崔副主任，现在第4兵团的军需处长在这儿，这2位是扬子公司平津办事处，民调会的马副主任也在这儿。崔副主任，我想问，到底是央行北平分行没有把给军方的拨款拨过去，还是没有把给北平市民调会的借款拨过去，或者是北平分行把拨款借款都给了有关部门，而有关部门却没有用在购买物资上，再或者是有关部门把钱都给了这家公司，而这家公司却无视党国大局，拿了钱不供应物资。崔副主任，请你回答我以上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应该不算是机密吧？顺便告诉你，5人小组虽然解散了，但国防部派驻北平的经济稽查大队没有解散。我和方大队长受南京方面的指示，仍然对这些问题有权继续调查，且一定要调查到底。还有，徐局长也奉了南京方面的命令，代表党员通讯局配合调查。北平市警察局有权利也有义务配合审问，并抓捕涉案人员。徐局长，你是不是也问几句啊？刚才该说的，曾督察都说过了。我们是配合调查，还是接着问他们问题吧。方大队长，就在1个小时前，我接到了南京方面的电话，对你和你的大队在昨晚的行动中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全力支持。现在和以后，你都是这个案件的具体执行人，你是不是也有话要问崔副主任？曾督察，有个问题能不能问？当然能问。曾督察就曾经代表国防部多次出任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公诉人，回北平之前还审过我。有条法律程序你应该知道。方大队长问的是哪一条法律程序啊？回避的程序。曾督察比谁都明白，我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羁押期间，就是这个崔副主任代表家里在南京活动，尽力营救我。你现在让我问这个崔副主任，你就不怕我包庇他？还有，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是我的亲姑父，是亲3分故，你就不怕我问不下去？不需要方大队长问，你提的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这样就好。你如实回答，就不必为难方大队长，也不必为难我，这样大家都好交代。曾督察，
我问你的问题还没回答我呢。他们被审问，我需不需要回避？崔副主任，你说方大队长需要回避吗？无需任何回避。我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我回答的都是公事，不牵涉任何私情，谁都可以听。崔副主任的这话说得很好啊，我们今天问的就是公事，不存在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请讲，但说无妨。谢谢。国民政府只有一个中央银行，几百万军队的军需，当然都是由中央银行拨款。5大城市的民食物资配给，当然也是由中央银行借款。具体到北平，当然由北平分行拨款借款。可是，无论中央银行还是北平分行，我们只负责拨款借款，给军队的拨款是直接按照南京的要求拨给物资管理委员会，给城市民食物资的借款也是按照南京的要求直接借给民食调配委员会。至于物资管理委员会从哪些渠道购买军需物资，民食调配委员会从哪些渠道购买民生物资，那都是2个委员会的事。中央银行不负责购买，北平分行更不负责购买。所以曾督察提的3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这1个问题，不知道我回答清楚了没有？这么说来，崔副主任的意思是，军方的拨款和民调会的借款，央行北平分行早就拨借到位。无论是军方的物资，还是北平市的民生物资，出现了侵吞，或者是少拨，甚至是不拨的情况，与央行北平分行无关。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必须再问一个问题：该拨的款拨出去了，该借的钱也借出去了，这些款项为什么还要在北平分行走账？中央银行有明文规定，凡从本行拨出去和借出去的款项，都必须从本行走账，以保证专款专用。是不是每一笔钱款的去向和使用，在你的账上都应该有所体现？我们有责任监督拨出去的钱和借出去的钱，尽量用在专款专用上。这我就听不懂了。尽量？那这些钱到底是专款专用了呢，还是没有专款专用？每个月都在拨款借款，紧张的时候每天都在拨款借款，可购买物资，却需要解决诸如货源、价格、交通运输等等困难。因此，有些账必须要到一定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看样子，北平分行的账，我们还真查不了了。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北平城里有挨饿的百姓，我看党国是没有多少人去关心他们的生死了。那就等共产党打进城来开仓放粮。可共产党一时半刻还打不进来。方大队长，你刚才提到了法律回避的问题，现在你都看到了，他们这是不顾百姓的死活。你作为国防部派驻北平经济稽查大队的大队长，还忍心回避吗？你不能进去。让开！
徐局长，这怎么回事？报告徐局长，哎，昨晚5人小组命令我们警局的人去抓捕扬子公司的人。我带着警局的人到了火车站，可人却已经被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抓了。于是，我们便配合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将扣押的1000吨粮食押运到了经济稽查大队的军营。现在，东北的流亡学生和北平各大学的学生，已经有许多人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消息，陆续聚集到稽查大队的军营，要求立刻给他们发放那1000吨配给粮。我们现在是立刻将那1000吨粮食发放给东北的流亡学生和北平各大学的师生，还是将粮食拨发给第4兵团？接下来，如果爆发新的学潮，我们警察局是不是还要像75那样去抓捕学生？特来向5人小组请示。徐局长，这是你的部下，你给他说明一下吧。方副局长啊，你说的那个5人小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你昨天晚上的行动，也就无需再报告了。至于你说的那1000吨粮食如何处置，你现在问我，我也无法回答你啊。我们警局现在的任务，就是配合国防部调查组，再辛苦一下，你带着弟兄们去军营，配合经济稽查大队，守好了那些粮食，啊。局长，你是说5人小组已经解散，叫我带着人和稽查大队的人去守着那1000吨粮食？那么多学生围在军营外面，而且人数会越来越多，我们守着的是1000吨粮食吗？那是1000吨火药。5人小组就已解散，现在到底是谁做主？再爆发一次75那样的事件，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示？王副局长，小峰，你这个问题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啊，让你们去守也不只是拿着枪去守嘛。去了以后跟学生们说清楚，国防部这边的调查组正在开会商量，很快就会有答复。曾组长，下面要执行也很难，请你也给方副局长解释一下。我解释什么？该解释的应该是北平分行。崔副主任，你都听到了？还有谢乡长，这1000吨粮食，到底是北平分行拨给军方的军粮，还是拨给北平市民调会的配给粮？请你们马上做出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也好做出决定。曾督察这句问话我就不明白了，我想问一句：为什么北平170多万民众挨饿，你偏偏叫一个空军飞行大队的队长带着一群飞行员来管？党国难道就没有别的人、别的部门来管了吗？北平的经济闹成这个样子，是谁造成的？我不说，曾督察心里也清楚。要追查，上面南京许多部门脱不了干系，下面北平许多部门脱不了干系，为什么现在把矛头对准北平分行？说白了，就是对准我父亲。我父亲也就是隶属中央银行一个区北平分行的经理，他有这么大权力，有这么大胆量，敢让北平170多万民众挨饿？昨晚我们兄弟傻傻的将1000吨粮扣着，今早你们5人小组却解散了。那么多学生围在军营外眼巴巴的等着发粮，你们却叫我们守着粮食不发，以开会为名在这里揪着查北平分行。北平分行的账，你们今天能够查清吗？
曾督察这个时候还要北平分行做出一个解释，我倒要向你讨一个解释。打着调查经济的幌子，打着为北平民众争民生的幌子，拿我们兄弟当枪使，一边看着北平那么多民众挨饿，一边叫我们兄弟查我们的父亲，你到底要干什么？方孟伟，党国的纪律，你是一点都不懂啊！16岁就加入了三青团，19岁就到了中央党部，20出头就当上了北平市警察局的副局长。背景是你的关系，可栽培你的还是党国？难道党国栽培你的时候，你就没有学会如何处理公事和私事之间的关系吗？曾督察，是不是无法回答我的问题就要翻看履历啊？好，要翻我们大家一起翻。抗战时期，你也就是赣南青年军旅部的一个副官，抗战胜利不到3年，你就当上了国防部少将。你是在抗战时跟日军作战有功劳，还是抗战后跟共军作战有功劳，或者是在后方巩固经济，为党国筹钱筹粮有功劳？党国是怎样栽培你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大家心里都有数。来人，长官，孟伟，姑爹，不干你的事。我今天来，就已经做好了上特种刑事法庭的准备。几天前，我大哥不就是被你送上特种刑事法庭的吗？你刚才说我是靠着关系、靠着背景当上党国这个官的，在南京要置我大哥于死地的时候，你们怎么就不回头看看他的履历？无数次跟日军空战，无数次飞越死亡驼峰，要说死，他已经死过无数回了。曾督察，你一个无尺寸战功的少将，如此折腾我大哥这样立有赫赫战功的民族功臣，心里是不是觉得十分痛快？大哥，不管你信不信，我都要告诉你，昨晚我梦见妈了。他说叫你不要再记恨爹，不要再替他们干了，赶快成个家。是去南京还是去哪里？走吧。曾可达原想将局面弄得复杂无比后，从中抓住契机，逼出对方的破绽，却没料到方孟维半路杀出，反将自己逼得勃然大怒，情绪失控。弄得不好，将要打乱建锋同志精心布置的韬略。如何化解困局，他在经受着无数目光的炙烤。王副官，到。拿电话来。将军，您说什么？拿电话。是。请给我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方行长家，就说是曾可达希望跟他通电话。也许是姑父打来的，接吧。对不起，方行长家的电话占线。继续接。方行长吗？方行长您好，我是国防部曾可达。不是什么上司，您言重了。其实我们在郭大使的宅邸见过面，本来我是应该去拜访你的，碍于避嫌呐。这完全是我的过失。
来之前，建峰同志再三说让我登府拜望方行长，一定要来的，全当是给我一个弥补过失的机会。特别要感谢方行长，今天还特意让谢乡里陪着崔副主任来配合我们工作。财政部中央银行懂经济的人又都走了，我和方大队长又都不懂经济，打这个电话是向您求援。建议让谢乡里先帮着崔副主任把账目理出个头绪。谢谢方行长的理解。快7点了，1000吨的粮食要发放到那么多学生的手里，下午或者晚上我去看您。好的，再见。还是我的那个儿子厉害呀，可是他不知道，藏在他背后的人更厉害。先不回去，东中胡同送崔副主任。是。马局长，哎，从昨天晚上你把我们调来，到现在争取到那1000吨粮食，我们还够意思听指挥吧？哪里岂敢！原来啊，我只是耳闻，现在我才真正领略到方大队长的英雄胆略。长满坡赵子龙也不过如此。又扯了啊！我说你就打算这样，让我们去发那1000吨粮食？让我8点整，你把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人调集到军营操场，按照名册，一个人登记，把粮食发了。好，啊，现在几点了？7点。不行，1个小时不行啊！你看，我把人拢过来都来不及，另外我再按照名单一个一个，你干脆别上军事法庭了，你就一下把我枪毙得了。这，我再多给你半个小时，8点半，你不把名册拿过来发粮，我就把粮食调到你们民调会去。到时找你要粮的，可不止1、2万学生了。好，我现在马上去办。啊，方大队长，如果8点半万一我要赶不回来，我说万一啊，那9点之前我必须到，行不行？国检上元刚，到。你们看门口那辆3轮，陪着马局长去。是。好，走，我走了啊。行吧。哎，好。大哥，领粮的人会很多，局面会很难控制，我帮你去发粮吧。你去就能控制了。你那番演讲我听了，对时局挺有见识的嘛。你这个弟弟比我这哥哥强，包打天下。大哥，不管你信不信，我要告诉你，我也经常梦到妈。妈总是对我说，她理解我，我做什么她都理解我。他最担心的人是你。他说让你脱了这身衣裳，我再干。大哥，你没有见过饥饿的学生们闹学潮的状况，让我去帮你吧。莫伟，这点得给你说明白一下。那1000吨粮食就是粮食，不是什么火药。那些挨饿的人也不是什么火药，他们都是同胞，也不会有什么学潮的。回去吧。你应该知道谁更关心你。孟伟来找你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汇报？这个时候我不能跟你有任何联系啊。你是一个人吗？任何一级组织都是党的组织，任何一个党员都必须向组织及时汇报情况，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突发情况。孟伟是国民党警察局的副局长，他和你说的话何等重要。你要是及时汇报了，今天这样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你知道孟伟今天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吗？你夫人说了，
规则里有今年真正的杭州龙井。任何一个细节的疏忽，都将给组织和你个人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啊！局长，放不放人你看着办。第4兵团的军粮3天之内能不能运到，你也看着办。党国的船翻了，你也可以在岸上看着。哎啊，你呀，你是我。徐局长，中长就回去吧。徐局长，您看那个，你们呢让我空手回去，我真是没办法向兵团长官交代。那就把孔副主任交给你，你带他回去，交给你们兵团长官啊。钱有成，老部队的你们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养护孟敖、养护我都不是你的责任了，你也做不到。3天之内，把你经手的全部账册整理好，移交给我，随时准备撤离。我经手的那些账册，牵涉到国民党很多部门，十分复杂，移交给任何人都说不清楚啊。谢老，在这个关键时候，您不能接受那些账册。是担心我对付不了那几个国民党，还是担心经不起组织审查？谢老，作为受您单线领导的下级，请您把我说的话记下来，向组织汇报。替国民党中央银行走账，把那些本该属于人民的钱，一笔一笔地拨到国民党贪腐官员口袋里去的那个人，是国民党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中士，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崔中士。这样的事情，崔中士不去做，国民党也会派别人去做。虽然每次做这些事，我心里都会有负罪感，那也是作为一名无产阶级对人民的负罪感，而不是担心作为一名党员要受到组织的审查。审查也是应该的。不需要向上级汇报了，我现在就代表上级回答你。这些年你在国民党各阶层做的那些事儿，都是工作需要，都经得起组织考察、历史检验。你刚才说的话，包括这些年来你的工作，将来我都会书面写进你的档案。记住，到了新的部门，你个人无权向新的上级做任何解释。还有什么要求？3天之内，我无法整理好账册，无法撤离，请组织重新考虑让我撤离的决定。组织不可能重新考虑了，你尽快整理好账册，等我指示，准备撤离。谢老。最后一件事，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请组织尊重我的权利。简明扼要。是。走之前，让我见一见孟某。跟他说什么？当然是有利于他的话，具体怎么说，要看他的反应。请组织相信我，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找他。他会来找我。3天之内他不找你，你就撤离。好，你马上就要解放了，高兴一点吗？想没想过，钟石同志，你自己穿上军装是个什么样子？咱们立个约定吧，北平解放那天，我孟敖都穿上军装，咱们3个在德胜门照张相。好。哎，来，你看，小李叔叔给我们买的点心，看，去玩吧，去玩吧啊，去吧。笑了，哎，侬姓谢啊？谢小李，我怎么好意思让您站在院子里？屋里坐，屋里坐呀。听到汽车声才出来的。啊，我要说你2句了，大妹子。女人不好和男人这样说话，会让孩子看不起爸爸。哦，晓得了。我们走了。几家报馆里，我们的记者都通知到了吗？报告将军，都通知到了。告诉他们，今天晚上的联欢会不要以记者身份出现，尤其是拍照一定要秘密进行。明天各个报纸的口径要突出2点：第一，东北学生和北平各个大学的师生跟国防部派驻北平经济稽查大队亲如一家；第二，国民政府视民众苦难高于一切，国军第4兵团让出自己的军粮1000吨，送给了东北学生和北平各个大学的师生。听清楚没有？非常清楚，将军。去吧。是。你们的任务还是严控崔中石，但是你们2个人不要出现。崔中石跟你们打过照面，把监视任务交给国防部驻北平军情部门的同志去执行监控，随时向你们报告情况。是。护卫方茂敖大队的兵力由1个排再增加1个加强排，每日3班轮值，务必保证方茂敖本人及其飞行大队每一个人员的人身安全。无论是国军第4兵团还是中统、军统，被他打痛的那些要员们，随时都有可能危及方孟敖和他飞行大队成员的生命安全。必要时候，亮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身份，寸步不让。是。长官，你先进屋休息会儿吧。什么时候去见方行长，我再叫你。帮我准备一套便服，还有，把建峰同志送方行长那套紫砂茶壶给我准备好，我今天送过去。是。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今晚的联欢会是学生会应广大学生的强烈要求召开的。您来电话之前，我给您打过电话，准备向您汇报，但电话没有人接。可是你这个话我听不懂了。学生会的这个行动，是他们决定之后才告诉你的，还是他们决定之前问过你？他们决定前问过我。这么说，学生会的这个决定是你做出来的了？梁景伦同志，你今天的行为严重的违反了党的白区工作原则，这是目无组织的行为。有这么严重吗，春明同志？
国民党北平参议会做出驱赶东北学生的决议，造成了7.5事件。现在正是进一步揭露真相的时候。通过这次联欢会，不正是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内部贪腐反动本质的一次机会吗？你这是在给组织建议啊，还是在给组织上课呀？如果是给组织建议，应该再早几个小时。如果要是在给组织上课，梁建伦同志，在任何时候，你都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资格。你是教授，梁经纶教授，满腹经纶。马克思列宁的书有很多章节你都能倒背如流。前几天，你还把党的76指示整段的背给我听。今天怎么了？啊？今天怎么就做出一个和76精神完全违背的行为呢？梁建纶同志，你的自以为是应该收起来了。学生会里的很多的重要积极分子都是你直接联系的，你马上去找他们。取消今天的联欢会。春明同志，这是组织的决定，也是组织的最后决定。可是学生会的学生现在都已经去了方毛的军营啊。那你就去军营啊，组织这次联欢会。马局长，怎么样了？你们这粮食分的怎么样了？啊，都分了。局长，是这么个情况，这个学生啊不让咱们把这些账册和那个领粮单带回去，说怕咱们带回去做假账。做什么假账啊？那个局长，我看您还是亲自过来一趟。啊，这些学生们说了，今天没空，要跟这个航空大队的方大队长他们搞什么联欢，他不给我们。混账王八蛋！说的吧？我不说。同学们，亲爱的同学们，就你这动静，我都听不见。我爹妈生我就这么大嗓门，要你说。哎，随便。起来。这边需要帮忙吗？我告诉你，我是社会局过的，他马阎王管得了我手，管不了我脚。有些人跟我不一样，心肝肚肺都归他管。就这类账，今天要是弄不完，他跟那个姓方的交代的时候，我看扒谁的皮。就算我说，你也不能睡觉吧？怎么着，支个招行吧？混账王八蛋！怎么的？刚刚辛苦一天就2条子，账册都整理了吗？统统给我起来整理账册去！来，给我一支枪。局长，你要枪干什么？我今天要不毙你们几个，我告诉你，我都对不起党国。局长，不是兄弟们不愿意干，人家那个方大队长说了，咱们这账得跟那学生会的代表一块儿整。可是人家晚上有什么联欢会，人家不配合呀，你枪毙我们有什么用啊？今天晚上我们邀请了方大队长的青年航空大队一起参加我们的联欢，所有账册全都封存起来，明天我们会派人再整理。马局长，你还想枪毙人吗？局长，这是方大队长的表妹。你们这些同学啊，听句劝，见好就收吧啊！现在是戡乱救国时期，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乱中还要再添乱呢？怎么这么说话呢？你们听着，今天务必把这个账册给我整理好，他们不配合，不关我们的事。整理好之后，统统给我带回去。没有我们学生代表同意，谁都不能把账册带走。谁都不能同意你们做假账。对，做假账。我现在代表政府命令你，
把这帮学生都给我赶出院去！马局长，这件事情行不通。为什么？方大队长有命令，这些账册必须要和这些学生代表们一起处理，所以你撵不走他们。国民党和共产党他妈分不清了呢啊！那好，你赶快请示方大队长去。报告马局长，稽查大队现在正在休息，不到6点钟，我们是不能打扰的。是都一夜没睡呀！啊，我们也累了一天了，啊，他们去睡觉，现在又不让我们查账，还要开什么联欢会？你们俩睡觉，你们俩睡觉。往哪看呢？看我！看我！去叫！听我说，想办法把民调会那帮混蛋赶走，要不今晚联欢会被他们搅和了。那小人啊，要是队长那儿，我们怎么处理啊？看我的。浮云散，弯月圆。队长，您醒了？你知道最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吗？队长，我不知道，请您指示。3岁没娘，5更离床。姑娘，你让我难受了，知道我怎么整你吗？队长，现在不是5更天，是下午5点半了，再整，您也不会整我的。哎，好。是。起床，穿好衣服，执行任务。好啊，这工作是没法干了。辞职，我现在就向北平市市政府辞职，不干了。说好啊，这账可都在你们军营呢啊，以后查不清楚，别再找我了。走。走吧，走。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一直没有违法，一直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哎，同学们，大家赶快帮忙，把这些粮单收据都封存起来。不然，同学们召集起来。通知大家晚上开联欢会。好，女同学都跟我过来。走吧。都过来。我们燕大学生会代表东北的同学和北平各大学的同学，真诚邀请你们青年航空服务队参加我们今晚的联欢会，感谢你们站在人民的一边。必须经过我们大队长同意才行。我们去邀请。小玉，我们俩一起去吧。我看行，这样你和何小姐进去吧。小玉，走了。何小姐同学，谢木兰同学，这可是我们广大同学的愿望。放心吧，他一会儿不去，我们一人一边一个，把他拉过去。走。
就送到这儿吧。现在你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顾大使宅邸，直接报告曾将军，今天晚上的联欢会开不成。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向曾将军解释？我去解释，你快去吧。是。大哥，来吃汤。你到底去不去？你不去，我可不吃你的汤。你不吃都给他吃。来，拿。必须去！下来，我衣服脏。我不管，你一定要去。那行，那你就这么趴着。下来。下来。把衣服给我洗了。你答应了？洗得干净吗？他答应了。萧月，萧月，你看他这领子这么脏，我可洗不干净。你过来帮帮我吧。来，那可不行啊！你是我妹，人家可是客人。那你还当着人家面不礼貌？我怎么不讲礼貌？怎么不吃糖？方大队长，我们是燕大学生的代表，不是来这儿吃糖的小孩。我是小孩。把衣服放下。37年8·13之后，我的衣服全都我自己洗。你是不是又要变卦不去了？木兰，我来洗。好。你放下。我刚才说了啊，我的衣服从来不让别人洗，包括我外面那些弟兄，他们也不能洗。我代表东北的同学和北平的同学帮你洗，行不行？扯淡！我的衣服和东北同学、北平同学有什么关系？大哥，哎，我说你们俩今天这是怎么了？你今天太过分了。我可没别的意思啊，我只是不愿意做别人强迫我做的事情。你是说我们强迫你参加联欢会，还是说我们强迫要帮你洗衣服？我现在说的是洗衣服。8·13，方妈妈跟我妈是同一天遇难的。要是我妈在，她要帮你洗衣服，你也这么说吗？对不起。
集合，全体集合。方队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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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都问你好呢，怎么不回答呀？我应该怎么回答？就跟同学们说，同学们好呀。又不是检阅，扯淡。同学们都饿了吗？饿了，早就饿了。陈长武、邵元刚，到。开饭的时间到了，你们去炊事房把所有的馒头、稀饭都拿到这里来。是。走了。方大队长，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吗？什么事情都没有吃饭的，不一定能吃饱。我请大家先吃个饭。一共多少馒头？方队长，一共50个。 37个同学，里面还有一位，加起来每人1个馒头都不够。我这个课请的寒碜啊！报告队长，我们18个人，每个人半个，队长1个，其他同学每人1个，还剩2个。方大队长，我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有名的老仙儿，祖上开过好几代的票号，账算得精，也算得准，我们就听他的。 同学们如果瞧得起的话，就每人帮我们吃个馒头，就这样了。男同学自己拿。姑娘到。女同学的，你们挨个送，一定要送到手里。粥，均着分。是。赶紧，男同学，那边帮忙把人椅搬过来。好。 用餐了。用什么餐啊？我大哥把馒头都分给同学们了，每人分1个，他们就只剩半个了。好些同学都感动得落泪了。公主，请用餐吧。你叫我什么？有给大兵洗衣服的公主吗？当然没有。 那给王子洗的呢？公主，你说什么呀？真的不高兴了？你这衣服洗的可真干净。答应我一句话。 就算我求你，好吗？你说。记住，你的大哥也是我的大哥，永远是我们的大哥。他本来就是我们的大哥嘛。要不我们再立个约定，新中国不成立，我们都不嫁人，好不好？ 那也不许爱上别人。做不到了吧？梁先生来了。梁先生怎么会来这里？联欢会可能会取消。 那这个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你们马上组织一下。立正。
面对被国民党铁血救国会高度怀疑又高度重用的方梦敖，梁经纶突然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和眼前这个人的命运从此连在一起。何孝玉那惊愕疑惑的目光无法顾及了严春明以及严春明背后的北平地下党，无法顾及了曾可达以及曾可达背后的国民党铁血救国会，也无法顾及了。他要利用这个人来推行蒋经国布置的币制改革，给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下一招狠棋。久仰。梁先生，请过来。敬礼。放下。知道今天发粮为什么让你们都睡觉吗？很简单，我们都不懂经济，就像平时飞行训练，不懂就不能上天，但是有人懂。比方说今天帮助我们监督民调会发粮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就是学经济的。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最懂经济的人，燕京大学经济系梁经纶教授，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何其仓先生的最好的学生，经济学博士。我们平时没有机会读书看报，所以不知道很多揭露孔家、宋家、揭露贪腐的文章都是他写的。现在我要向大家宣布2个消息，一个是你们高兴的消息，一个是你们不高兴的消息。不高兴的消息就是今晚的联欢会取消了，原因很简单，北平的学生教师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所以没有必要搞什么联欢。高兴的消息就是同学们帮我们请来了梁教授，现在我代表整个大队欢迎梁教授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去查北平那些贪腐的案子。无党不扩，无党不扩。长官，今晚的联欢会取消了，要不要立刻通知？通知，你们都去，分头通知，立刻取消行动。我们的人一个都不准去燕大，快去！是。为什么会摔碎了呢？
官，我没有问你们，去吧。报告长官，刚才那只杯子是属下不小心打碎的，属下愿意接受处分。长官，这不能怪王副官，是我递过去不小心摔的。这只杯子是我把它打碎的，以这种方式掩饰上次的过错，绝不可为之。任何时候都要以精诚面对党国，面对领袖。是。快去吧。请接南京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秘书值班室。王秘书吗？我是曾可达，请你是否能代表我立即向剑锋同志汇报？谢谢，请记录：中共北平地下党取消了今晚的联欢会，绝不是一次单纯的政治行动，而是他们已经通过潜伏在我经济核心的那个人，察觉到了党国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的经济行动方案，察觉到了剑锋同志重用方梦敖及其飞行大队的重大意义，且怀疑上了梁经纶同志。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刻解决潜伏在我经济核心的那个关键人物，对，就是方步庭身边的那个人崔宗实。解决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方步庭的配合，因此我建议我立刻去见方步庭，跟他摊牌，争取方步庭的配合。报告完毕，我等待剑锋同志的指示。